林奈表面陽光學姐，實則冷血酷蓋。人機教授莫寧其實是阿飄迷妹，就連醫療科的校醫路赫斯都是老熟人。還有艾米斯驚豔登場，我們仍未知道扎飄還有多少老相識。此次明朝3.0劇情開篇就把一出盛大的科幻盛宴推到了我們面前。為治療自身異常頻率流失的漂泊者，在手腕人和波仔幫助下，與千笑一前一後通過空間隧道重返拉海洛。結果剛穿過隧道，就被阿列夫伊拉到明室空間裡，最終 BOSS 上來就搞偷袭，壓迫感拉滿。緊要關頭，艾米斯身影一閃而過，出手幫忙解決危機，把漂泊者送出明室空間。之後我們和阿布討論，在 2.8 結尾收音機裡聽到的聲音和艾米斯很像。2.8 中我們也能注意到，艾米斯聲音來自寂靜之中，很有可能指的就是這片明室空间。成功抵達拉海洛後，沒給漂泊者留太多思考時間，迎面而來的是林奈摩托後輪的暴擊，一招神龍擺尾，看得人隔着屏幕都幻痛。二人初次交鋒時能注意到，林奈起初誤將漂泊者當作殘星會成員，暗中已準備好動手，直到瞥見錄取通知書才瞬間轉變態度。但虛彈蟲的襲擊讓二人來不及多說什麼，只好驅車抓緊離開。阿布也在虛彈蟲出現時察覺到，正是其吞噬了漂泊者頻率。虛彈蟲是明室造物，結合起明室空間的遭遇來看，阿列夫伊似乎在有意針對漂泊者。跟着林奈一路風驰電掣後，漂泊者也來到目的地星劇學院。逃課飆車還撞人，林奈整個人都不好了，像極了逃課翻牆結果砸到路人，編不出合適理由的學生。然而林奈處理車禍方式過於順滑，從意識到漂泊者不是殘星會的人開始，他迅速道歉，懇求保密，許諾人情，整個流程熟練的不像是普通學生闖禍，倒像是他已經習慣處理意外情況，本能的在控制局面。漂泊者答應不會告發他後，林奈先讓我們去醫務室進行檢查，自己在忙完課題之後過來。去醫務室路上還會遇到千笑，從他口中得知，漂泊者抵達拉海洛的時間比他晚上幾天。千笑重返星劇學院，不僅和家人重逢，也得以在學院進行此前未完成的學業。之後到醫療科進行檢查，阿飄也是創造先例，還沒入學就跑醫務室，多虧了我們身體素質強硬，一般人被摩托這麼撞一下要沒半條命，到他這兒就是輕微擦傷，原來是傳奇耐撞王。外傷是其次，重點還是頻率流失問題。深度檢查後，路赫斯醫生告知漂泊者，身體頻率波動已趨於正常，沒有大礙。但至於更深層的頻率丟失問題，醫療科暫時無法追溯源頭，只能去詢問研究院。此處能夠注意到，路赫斯起初便點出漂泊者黑海岸直花身份，他特意強調我們是新生，並提醒如有不知該如何言說的事情都可以來找他。那句看似隨意的歡迎回來，藏着的是對舊時的打量與守護，以至於後續漂泊者再次找到路赫斯求援時，他開頭的話都帶上了點怨念。離開醫療科後，漂泊者成功辦理入學，從沃斯老師對話中得到了有關穗者的信息，而穗者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巴德爾。巴德爾是北歐神話中的光明之神，被視為光的拟人化。他的死亡預示着诸神黄昏到來，众神的世界末日。也從林奈口中得知，拉海洛明室的名字阿列夫伊。阿列夫伊是集合論中用於描述無窮集合大小的超限基數之一，由數学家康托爾提出。當漂泊者問起人工共鳴時，沃斯老師回答這是來自於新聯邦的技術，難以想象新聯邦到底是什麼樣。再次成為星劇學院學生後，漂泊者取得摩托載具，與林奈一邊兜風觀光校園，同時前往研究院刻錄磁帶。這裡能注意到林奈兜風時的性質一下有了轉變，也就是在這時，他收到了來自此前已經被他解決的殘星會聯絡人的通訊。乘車抵達研究院，冰冷頻率數據和逝者記憶磁帶並列，揭示了拉海洛生存核心，記錄存在，對抗虛無。來到此處的漂泊者，不知為何與陳列磁帶的服務器產生共鳴，從而看到了逝去人們留下的記憶。但隨着莫寧出現，阻止了這個進程。這裡能注意到，在看清漂泊者面容後，莫寧眼睛微微睜大了一瞬，暗示他也是認識漂泊者的故人。那句別緊張是對自己的告誡，也是對漂泊者的安撫。進入刻錄室後，漂泊者回溯過往記憶，最初被泱泱和赤霞救下，來到塵霄山見到絕，和眾人度過追月節，重返黑海岸，來到黎納西塔參加狂歡節，成為桂冠，結識卡提西亞，顛倒塔中的決戰，和路帕一起成為決鬥士大賽冠軍，見證七秋的日月同輝，刺穿利維亞坦的一劍，
這一路走來的經歷，以及和同伴相知相伴的點點滴滴，成為了現在漂泊者的來時路。在回憶的終點，漂泊者瞥見了自己当年離開新劇學院的畫面，而莫寧正是當年送行人群的一員。一閃而過的畫面中能看到，莫寧那時的腿還不是一隻。磁帶刻錄完畢，調試階段的研究員發現，檔案庫中竟存有一段與漂泊者完全一致的頻率編碼，其中內容卻為空字符。漂泊者疑心這是曾經的自己所留，又不免自問，若真是自己所為，為何又留下痕迹？這暗示着學院內部或許另有他人曾在暗中協助漂泊者掩蓋過去的蹤跡。最終在莫寧指示下進行數據覆蓋。莫寧告知漂泊者在拉海洛行動時的注意事項，也提到漂泊者頻率遺失情況。阿飄再次創造先例，成為了被吞噬頻率還能活着回來的第一人。也因為之前從未有過這種情況，所以對於漂泊者能否找回自己頻率，目前尚是個未知數。第一個還沒入學就到醫務室報到的人，第一個被須彈蟲吞了頻率還能活着的人，也不知道阿飄有沒有叫傳奇締造者的名號。與此同時，有人給莫寧發來通訊，在有關爐心發射的流程上，安瑟姆和威爾倫兩位教授發生激烈争執，希望莫寧可以趕來幫忙調解。有關爐心發射指的便是換日儀式，利用新的人工太陽替換原本存在於天空上的碎者炉心，維持拉海洛生態，同時還能重新取回喚醒碎者的爐心。來到現場後，兩位教授爭論不休。安瑟姆覺得爐心發射流程還需再慎重，想要推遲發射日期，而威爾倫則持相反意見，並希望安瑟姆可以相信羅伊族。這裡所說的羅伊族是生活在拉海洛的原住民，擁有不亞於現代先進文明的學識與數學成就，能夠通過部族特有的方式來進行測算。最終在莫寧介入下，這場爭論以正常推進結尾，但莫寧也和安瑟姆保證會再去浮光林與密日六系進行參數確認。莫寧隨後又帶着漂泊者參觀研究院內部，並邀請我們前來參加換日儀式。欣然營運後，研究院突然傳來警報聲，海維夏突然失控，像第一塊倒下的骨牌，揭開了平靜校園下的陰影。他也直接將身處現場的林奈與漂泊者捲入了漩渦中心。林奈的嫌疑，他不合常理的出現，以及他手中那來歷不明的儀器，使得他之前所有看似普通的小秘密都被置於危險聚光燈下。林奈和聯絡人對話，我們可以發現，聯絡人的衣着和劇情一開始他解決掉的人穿着一致。林奈收到來自已死之人的通訊，才會根據發訊信號找到這裡，證明在海維夏失控時出現在林奈面前的人是由會長假扮，和 2.7 中會長對球員所說的他可以在任何地方出現所對應。面對威爾倫質問，在殘星會有意陷害下，林奈所有辯解都顯得蒼白無力。甚至在威爾倫教授說出學院有可能要做出將他退學的處分時，他已經做好了逃離準備。能看到林奈已經偷偷發動共鳴能力，若不是漂泊者及時出現，林奈很大概率會走向最壞結局。回到學院後，懷疑與審視更是如潮湧來，所有漂泊者辯護，為林奈爭取一絲喘息機會，但他始終還要面對那朝自己追來的不可磨滅的過去。他像一面鏡子，照出的是新聯邦無法地帶的殘酷，是一個傭兵對正常與自由近乎貪婪的渴望。為了追尋這份可能，他替代了原本的林奈來到學院，收起作為傭兵的冷血，將那些算計和陰謀埋於地底，為的只是在陽光的邊緣汲取一絲溫暖。一處細節，林奈 PV 以及後續過場動畫可以知曉，傭兵時期的林奈是黑色短髮，所以能注意到現在林奈頭髮乍一看是金色，但髮根是黑的，證明林奈為坐實自己身份，專門改變自己模樣。而有關無法地帶，根據卡卡羅的角色故事可知，位於新聯邦外圍流放者聚集地，曾因此被稱作無法地帶。和林奈一樣，卡卡羅也曾是無法地帶一員。作為前傭兵的林奈或許也認識卡卡羅。隨着調查深入，漂泊者和林奈意識到殘星會目的是控制須彈蟲襲擊研究院。根據林奈闡述，在學院內部還隱藏着一個殘星會的發信人，能刪除並修改學院監控，隱藏並加密儀器製造記錄，可以用管理員權限訪問學院機械和虛制防壁的安全數據，以及能立馬察覺到林奈複寫權限，皆表明此人在學院內地位頗高。為了不讓林奈破壞他們計劃，便向學院匿名舉報，用殘星會林奈曾經的服刑和犯罪記錄來迫使林奈妥協。學院的退學遣返決定同樣也是對他虛假身份的正式否決，這讓林奈一度失去堅持下去的意義。直到刺耳警報響徹學院，須彈蟲直衝學院而來。
在逆流人群中，那句真的要這樣逃走嗎？是問也是答。逃等於安全，但意味着永遠接受自己是個活在陰影裡的逃兵。不逃等於危險，但卻是為他內心真正認同和渴望的東西而戰。當他選擇戰鬥的那一刻起，意味着他徹底認同自己要守護的東西遠比自己偽裝的身份更重要。最終，通過赫斯醫生和莫寧協助，林奈和漂泊者并肩戰鬥，合力將在殘星會陰謀驅使下襲擊學院的虛彈蟲引走並擊敗，化解學院危機。兩人最後從天而降的畫面，讓人幻視了天氣之子的電影鏡頭。這不顧一切的舉動，雖沒有讓學院收回退學指示，卻為林奈迎來了用真實身份入學的機會，並且在這之前，西格瑪先生的對話中就早早埋下了鋪墊。那位違規改造摩托、深入虛彈蟲活躍區，卻因取回關鍵數據而被寬恕的學長，其經歷正好是林奈事件的縮影。學院沒有大度的原諒，說功過相抵。林奈用了假身份，所以他此前入學資格無效，被處罰理所應當。但同時又因林奈守護學院的行為，給出了一個充滿尊嚴的出口。假身份從此作廢，但真實的你可以和其他人一樣從頭再來，否定了他偷來的過去，用真實的自己去贏得一個真正的未來。之後與林奈交談能得知，因為打敗了那隻虛彈蟲，漂泊者原本失去的頻率也回來了一部分，雖然還不完全，但總歸是好事。只要危機暫告段落，林奈重獲新生希望。然而被阿列夫伊盯上的漂泊者、殘星會深層目的和幕後黑手、換日儀式本身蘊含的巨大風險與代價，以及結尾那個疑似艾彌斯的聲音，保護太陽，都如同拉海洛地平線上新日升騰前無法驅散的暗影，預示着真正的風暴才剛剛開始。此次明朝劇情作為 3.0 系列的開幕，不管是劇情本身還是演出都拉滿了，BOSS 戰的 BGM 也聽得我熱血沸騰，讓人更加期待明朝之後的劇情更新。